今天介绍这部2024最新分段式恐怖片《今夜勿入眠》，这真是心中的恶魔才最可怕。话说在一个巨大的玉米地，也就是咱们所熟知的青纱帐，在地上有一滩黑色的水，女孩莉莉和弟弟正在里面瞎跑着。离玉米地不远处，莉莉的家就住在旁边，父亲皮特和母亲艾琳，他们都是勤劳的农民。姐弟俩正在玉米地里玩着躲猫猫，他们十分的开心。突然一只大鸟被惊飞了，莉莉总觉得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跟着她，她已经有点慌神了。另一边皮特正在剥着玉米，家里那条老狗不停地狂吠，似乎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。他发现连续好几个玉米棒子里面都是黑色的。与此同时，莉莉转身看见了一位恶心的女人，嘴巴流着黑水，而且越看越面目狰狞，仿佛她跟玉米干有些融为一体。她冲着莉莉慢慢走来，突然莉莉的侧前方又出现一个恶心的男人，跟那个女人如出一辙。我们暂且把他们称为玉米老怪。他瞬间把莉莉抓走，然而莉莉的尖叫声惊动了皮特，他抄起一把短柄斧往玉米地里跑去，可是他怎么找也找不到莉莉的踪影。但是他看见了小儿子站在另一头，好歹算是找到了一个吧。皮特没有那么的紧张，于是走到儿子面前，紧紧的抱住，身后传来巨大响声。画面一转，正在准备午餐的艾琳听见那个巨大的响声，觉得不对头，于是走到了玉米地旁。他发现儿子的帽子丢弃在地上，这是枯萎的玉米干流出黑色的液体。艾琳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，四周死一般的寂静。他看见儿子站在玉米地里，突然那个男性玉米老怪出现在儿子的身后，艾琳顿时感到绝望透顶，眼神已经完全涣散。这个恐怖故事叫做《黑色曼查罗礼物》，出自于小帅手上那本恐怖书籍中的一个章节。看完这个小故事，感觉非常的精彩，虽然没有头没有尾，但是完全不影响感官，绝对让你看的嘴巴都合不拢。那么下一个故事又是什么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咱们这位小帅仗着人长得帅，每天晚上都要在睡觉之前看那些恐怖的小故事。问题是这些还不够，非要磨着父亲大卡亲自讲一个故事才能睡去。每天晚上准时，他房间的柜子门会被推开，而且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，还会冒出黑烟，也不知道那是啥怪物。总之小帅觉得挺吓人，于是他就高声把父亲大卡叫来，说是他见到怪物了。但是大卡到了之后，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见，所以每次大卡都把这种情况归结于小帅在入睡前做的噩梦。然而小帅就不肯了，非要大卡留下来讲个恐怖故事再走，这都成了惯。大卡今晚就照着书本朗读了一个恐怖故事，名字叫做《最后的降神会》。话说一对小姐妹正在房间里睡觉，姐姐小美听见了怪声，而且感觉到有个男人盘旋在的上方，于是她就告诉了妹妹娜娜，但是娜娜表示没有看见，不过她相信姐姐的话。渐渐小美闭上了眼睛，镜头瞬间切换到长大成人的小美，她的职业就是灵媒，她从小就展现出的那个特别异能被用上，她现在正帮客户通灵。随后她把感受到情况如实的告诉了客户，意思可以见到玛丽的鬼魂。娜娜见状知道可以收钱，于是就让他们俩把钱先付了，小美才能继续通灵下去。与此同时，小美却发现房间里有超自然的东西存在，而且那个玩具熊很古怪，就跟娜娜说这里不对劲。娜娜表示无所谓，他们俩只是想跟女儿玛丽聊聊而已。然而小美觉得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，她的直觉告诉她，这个房间里存在的东东可能很凶险。娜娜打断了小美，毕竟刚刚已经收了人家的钱，现在说不做了，别人会认为他们是骗子。小美就再次强调，藏在这里的东西会杀了他们的。姐妹俩于是就发生了争执。突然小美感觉到玛丽就在楼上，就在这时玛丽的妈妈看见小美的表情很奇怪，就过来问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。小美就反问这个楼梯通向何处，玛丽的妈妈告诉小美那是通向玛丽的房间。接着小美就想知道玛丽是怎么死的，她的妈妈实际上也不知道，因为当时房间里就玛丽一个人。小美想几秒后，于是鼓起勇气还是把这个通灵的业务完成吧。随后四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开始了通灵，瞬间小美就切换到另外一个空间里，突然出现一位漂亮的女孩。小美一打听，她就是玛丽，然后就问她为什么还待在这个房间里。玛丽就回答，意思是屋子有个恶魔，硬是把她抓在这里，整天折磨她。玛丽的父母听闻吓坏了，没想到女儿竟然在去世之后还会受到恶魔的欺负。玛丽还把手上的伤痕展示给小美看，还请小美帮帮她。就在此刻，娜娜不停地呼唤小美，希望她能够醒来，因为凡是做通灵这件事情，需要灵媒的灵魂时不时返回到本体才行，否则有可能永远回不来。小美听见了娜娜的呼唤，
但是他觉得让玛丽带他去见见那个恶魔更为重要，于是跟着玛丽走到了楼上。楼上只有一间房，那是玛丽的卧室。小美看见房间里的陈设非常的精致，突然玛丽消失了，小美顿时觉得这里情况很不妙，打算就要离开，这时被单突然鼓起来，她以为是玛丽藏在里面，于是走过去把被单掀开，哇塞，里面竟然是个小恶魔。小美再想走出去已经不可能了，房门已经被锁死，玛丽又出现，意思是恶魔要见她，而且告诉小美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，现在的玛丽是被恶魔创造出来的。瞬间小美才感觉到大恶魔就站在她的身边，吓得直接往床上跑去，然后把被单蒙上。她也只有这个本事。没想到过了一会，外面风平浪静，小美就把被单掀开，外面什么也没有了，然而恶魔就贴在天花板上，紧接着变成她小时候常见到的那个男人样子，这让小美感到很温馨。很快一只魔爪伸向了小美的脸部，顿时她返回到现实世界。其实小美已经被恶魔附身，然后她就告诉客户，玛丽在天堂很快乐，而且希望父母一切都安好，她爱着他们。然后小美转脸望着娜娜，而娜娜那个表情分明是觉得小美在说大话，她就伸出手握住娜娜，说了声谢谢。娜娜顿时整个人的表情都变了，因为她已经被恶魔附身。故事讲完，大卡就让儿子小帅去睡觉，然后把灯关上。然而睡了几分钟之后，小帅过于兴奋还是没有睡着，于是把那些图画书拿出来翻看。突然柜子里发出莫名的声响，接着一股黑烟冒了出来，小帅认为是怪物又出来了，吓得高声把大卡叫了回来。大卡把灯打开， Нет! Нет! Папа! 原来是大卡在逗他玩呢。不过小帅反倒生气了，他认为父亲还是不相信他所说的话。父亲走后，他看见桌子上有一本关于瘟疫的漫画书，于是翻看起来。故事一开始，珍妮正在熟睡，她听见房子里有动静，她以为来贼了，就随手拿起一个装饰用的铁器当武器。当她走进浴室，发现外公老卡竟然坐在浴盆里面洗澡，赶紧就把他扶了出来。原本老卡是在养老院，而且有点老年痴呆，问题是他是怎么跑了出来？珍妮非常的吃惊。不过现在很晚了，珍妮就先到楼下给养老院打电话，让他们明天再把老卡接走。然而电话接通，却很久没有人来接听，这时屋外传来动静，搞得珍妮不自觉地把电话放下来。她想凑到猫眼先看看。哇塞，这也太猛了吧！只见他们冲上了2楼，问题是他家也没有什么人，拿着武器在家里，这帮人实在是太古怪了。其中一个人终于在浴室看见了老卡，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老卡竟然展现出生龙活虎的一面，连续打倒好几个壮汉。看这是怎么做到的？等老卡冲到1楼，珍妮这才从地上爬下，然而老卡仿佛没有看见他似的，继续往大门跑去。就在这时，小胡子拿出长枪，对着老卡就是一枪，老卡自然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珍妮痛哭不已，小胡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接着那些拿枪的人都跑了出去，就剩下小胡子跟珍妮在说话，意思是他们并没有杀老卡，因为在几个小时前他已经死于心脏病发作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感觉小胡子欲言又止，最后小胡子让珍妮赶紧离开这里。正说着，老卡慢慢坐了起来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，难道老卡成了不死之身吗？就在这时，有几个人抬着一副特殊的棺材走了进来，他们把老卡强行装进了棺材里，然后把这副棺材运到码头。接着有几名工作人员坐着快艇，把这副棺材运到岛上的一个秘密基地，那里全是这样的棺材，里面装的都是跟老卡相同情况的人。那些人得了一种类似僵尸的一种瘟疫，他们只能被锁在那种特制的棺材里，不见天日，里面还不时的发出撞击的声音。小帅看完这本漫画就起来撒尿，睡到了后半夜。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在梦里面那些书籍都被烧毁了，然后小帅就从尖叫声中醒来，他又看见柜门慢慢打开，里面冒出黑烟，他走进去打开柜门一看，这次竟然是满脸血污的父亲蹲在里面，父子俩就打了个招呼。就在这时，母亲听见尖叫声，就过来打开房间的灯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父亲大卡肯定不在衣柜里，很明显那是小帅的幻觉而已。母亲赶紧让小帅安静的睡去，不要再做噩梦。小帅笑着答应了，
他觉得自己似乎长大了，不再害怕那些奇怪的梦。影片到此结束了，我觉得本片整体观感不错，算是今年难得一见的分段式恐怖片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，每一个小故事都算是一个精品，尤其第2个故事和第3个故事竟然在短短10多分钟内不但做到了情节丰满，而且还有一个大大的反转，这就很难得了。尤其是第2个通灵的故事，单独拿出来是可以打分4星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